内蒙牧民免费投喂暴躁野驴，5年后竟比绵羊还乖巧听话。牧民究竟做了什么？这群长相别致的野驴不单单是一群流浪汉，而是一种生活在野外的特殊品种。这种驴和家养的毛驴相比，个头高大，脾气暴躁，战斗力更是相当彪悍，连野狼都不放在眼看。仗着身材高大，一脚就能干飞一头公狼。作为群居动物，虽然爱吃素，但在野外是出了名的暴脾气，也就老虎、狮子和野牦牛能和它们一较高下。然而此时他们正聚在牧民家门口，摇着尾巴，一脸乖巧地等待主人出现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提起张大哥和野驴的缘分，还要从5年前的那场大干旱说起。接连3个月，草原上没有下一滴雨，山里唯一的一条河也慢慢干涸，他只能每天开车到几公里外的镇上接水，来回奔波，才勉强保住家里的牛羊没被渴死。因此牛羊的饮水槽成了这片草原上唯一的绿洲。饥渴难耐的野驴偶然间发现了这处救命源泉，于是每天晚上成群结队偷偷下山，跑到张大哥的牧场偷吃偷喝，等到天快亮才组团离开。时间一长，张大哥发现了这群小偷的踪迹，想到山里的生灵活下去也不容易，牧场养着上百头牛羊，10来头野驴也吃不了多少，而且这群家伙脾气暴躁，要是被踢上一脚非死即伤，张大哥不想招惹他们就当不知道。谁曾想驴群竟然变本加厉，彻底赖上张大哥一家。内蒙牧民投喂暴躁野驴，好心救助竟成冤大头。5年后，野驴比绵羊还乖巧。蒙古野驴的频频到访让张大哥苦不堪言，一开始他只当野驴口渴下山喝水，就没当回事儿。谁曾想野驴见没人管，竟然变本加厉，把宽阔的牧场当成旅馆，一到深夜就偷溜进来，蹭吃蹭喝还不算，到处撒泼打滚，把牧场折腾得一片狼藉。等到天蒙蒙亮，再偷偷离开。张大哥看着睡之前才收拾好的牧场，一夜过去又是一团糟，知道自家牧场被山里那群横行霸道的强盗盯上，简直苦笑不得。但他从来不管，哪怕起得早不小心撞上野驴偷吃，也会装没看见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一方面他怕贸然行动惊动野驴，激起野驴的暴脾气向自己发起攻击；另一方面在当地牧民眼里，山林里的生物都是这片土地的主人，野驴是无处可去才下山求救，一旦被吓到不敢偷吃，只能在旱季被活活渴死，这不是张大哥想看到的结局。野驴在草原上十分罕见，这种10来头的族群更是少之又少，因此时间一长，双方似乎达成了默契，哪怕不慎撞见也当没看见。到后来野驴更加变本加厉，白天也敢下山到牧场晃悠，满脸好奇地看着张大哥忙活。张大哥看着驴群潦草的模样，实在于心不忍，时不时主动投喂。就这样在一天天的友好互动中，双方的关系越来越亲近，连刚出生的小野驴都成了牧场的常客。5年后，一段视频曝光，专家彻底傻了眼。蒙古有名的暴躁野驴能一脚干翻野狼，却甘愿变成小绵羊。张大哥的驯化手段为何连专家都自愧不如？眼前的驴群表面平平无奇，却是当地草原上出了名的悍匪，他们的战斗力相当强悍，尤其是4个铁蹄，一脚下去能当场干飞一头野狼，要是踢在腹部，轻则肋骨锯断，重则内脏尽毁。如果不幸一脚命中大脑，野狼这辈子算是废了，有的甚至七窍流血，当场惨死。可偏偏就是这群野狼见了都抖3抖的家伙，在张大哥面前却比小绵羊还要温顺。整整5年时间，张大哥的牧场成了野驴的补给站，每天食槽里都会备好水和优质草料，接待这群特殊的贵客。张大哥也成了他们最信任的主人，就连小野驴都是在牧场出生长大。5年过去，原本只有10头野驴的种群，已经多了6位新成员。野驴群和张大哥亲密互动的视频一出，连专家都看呆了。要知道，这群隐居深山的食草猛兽，脾气暴躁，性格倔强，要想人工驯化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以前为了人工饲养费尽心思都没成功，只能把他们关起来，一天天消磨意志。像张大哥这样毫不费力就轻松收服野牛，简直想都不敢想。毕竟野驴的铁蹄可不是吃素的。不过这一切都是5年来不求回报的无私奉献，是张大哥的真诚大方和善良打动了倔强的野驴，让他甘愿臣服。